死者是什么人？死者是泰华酒楼的女服务员陈芳芳。早上邻居出门时，发现地上有血迹，门是虚掩的，钥匙插在门上。推开门时，发现死者衣衫不整，而且连同头皮和头发都消失不见了。他在酒楼工作，那他哪来的钱买成分这么好的玉镯？哟，青出于蓝呀，探长，有这么好的手下可是你的福气，你可得好好珍惜啊。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？7、8个小时之前吧，大约凌晨12点左右。你们看，他的脖颈处有注射器留下的针孔，死前受到过侵犯。另外比较可疑的一点就是，我猜他应该是被活活掐死，然后用利器割下了整块头皮。已经和泰华酒楼的人确认过了，他昨天下班很晚，大概11点左右，然后坐电车回家，大概半个小时到家。周围邻居确认过了吗？问过了，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记录一下。看出了什么？凶手应该是趁被害者回家开门的时候，从靠近死者家门的楼梯口拐角处突然袭击的。他从被害者的后面将一支装有麻药的注射器插入到脖颈内，将其迷晕，然后直接推入到屋内进行犯罪行为。我觉得凶手在作案之前可能已经观察过被害者一段时间了，他摸清了被害者的下班时间、居住地点，在被害人回家的时间附近埋伏在这儿，所以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。不错，钥匙还插在门上，说明被害人在开门的时候就遭遇了凶手的袭击。门口处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，周围邻居也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，说明被害人中了迷药之后没有做过多的挣扎和呼救。并且经常深夜回家。设想一下，如果你独居，经常深夜独自回家，你的警惕性会不会高些？如果是随机跟踪尾随，被害人的警惕性会不会较容易察觉？且如果是随机跟踪的话，凶手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，比如家中有人、灯星光。阿豆，哎。你调查一下陈芳芳的关系网，看她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人，得罪过什么人。好嘞。你们去看一下其他家，看一下他们最近有没有见到什么奇怪的人。是。还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一下，凶器小而锋利，且凶手的作案手法非常娴熟，这样才能割下整块头皮的同时，形成如此堪称完美的伤痕。但是他为什么要割下别人的头皮和头发呢？怎么这么快又有案件了？阿东，哎。介绍一下死者的情况。好的。死者吴雨山，27岁，西泰华酒楼招待。西泰华酒楼和泰华酒楼是同一个老板开的，也就是说，吴雨山和陈芳芳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事关系，尽管二人可能并不认识彼此。一整块头皮都不见了。是的，据西泰华酒店的人说，他是晚上11点左右下班，推测12点左右到家。今天早上邻居敲门的时候，发现他出事了。死亡时间大概是凌晨12点左右。死者的脖颈处有注射器留下的针孔，应该是被注射了迷药。死前受过侵犯，在过程中窒息而亡，手段非常的残忍。另外，您可以看，他的尸体上有多处的尸斑，尤其是脖子这里，这证明凶手应该是从后面掐住他的脖子，最后窒息而死。
然后再用利器割下他整块头皮。这些作案手法跟上一起极为相近。熟客和工作人员查起。这个泰华酒楼和西泰华酒楼实际上是一个老板开的，所以老板会经常两头跑。但是因为这个店距离太远，所以他们的客人应该没有什么交集。但是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你认可吗？说完。啊，我在他们的账本中发现2个频繁出现的这2家店的人。你看，这个是王推销员，他为了推销磁音机，会经常去这2家店。还有这个董师傅，他是个黄包车夫，可是他也会经常去这2家店。黄包车夫有钱去泰华吃饭？对啊，我也纳闷这一点啊。而且啊，这个案件出了以后，这个人就再没有出现过了。这2个人要着重调查一下。哎，明夜你跟我去趟泰华，你去找货处看看还没有奸杀案的其他卷宗。好嘞。请问杜处长能给我们中央巡捕房提供什么线索？手下在整理信息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些奸杀案的卷宗，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兴趣？多谢督处，事办完了吧？您可以离开了。那午饭，我不吃，我不饿。董立峰，关探长，好久不见。杜副处长百忙之中来到我的地盘视察，是我的荣幸。没关系，以后还会常来的。只不过我这里没有杜副处长的位置，也没有你该惦记的人。谢谢杜副处长的资料，可以走了。回见。这个情报处之前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，很少跟我们接触，这次怎么这么好心给我们送资料啊？你很闲呐？啊？啊？不行不行。按照账簿上的记录规律，今天推销员在这儿。我们分头行动，我就会为王推销员，你去找他们打探一下董师傅的消息。绝对的物超所值啊！那我来一台吧，我来一台。这位先生非常的果断，这台磁音机绝对配得上您的气质。哎，对对对，来，磁地机特中别央巡捕房探长关岑，我想找你了解事情。我不买了。哎，不是，先生，您各位，这跟我没关系。不是几位，你关探长是吧？您是不是太冒昧了？我这客人全吓跑了呀！我这可是合法的买卖。最近发生了一起命案，我想找你打探一些消息。命案是我的客户死了吗？没有。那就跟我没关系啊。难道我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，我去杀人啊？我们只是想打听一下，您这个月3号、5号晚上在哪儿，在干些什么？我不是在泰华，就是在西泰华，要不就是在家。有谁可以作证吗？这在座的都可以给我作证啊。回家你也可以去问问我的父母。
你再不相信，可以问问邻居。您的消息对我们很重要，后续我们需要调查取证，还请您多配合。后续，您还想来打扰我的生意吗？王推销员，您的消息对我们至关重要，能够帮助我们尽快破案。破案？哦，那请问关探长，如果您破了案，找到了凶手，还会不会抓我？您没犯罪，我们抓您干嘛？那也许是那个罪犯很难抓，或者说是你们想尽快结案，就找一个像我这样的替罪羊喽。我们中央巡捕房办案讲究证据，不会污蔑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漏掉一个坏人。不见得吧？如果我是某个将军的儿子呢？就算我杀几个人，你也不敢抓我吧？只要你犯了罪，即便你是哪个将军的儿子，我们中央巡捕房都不会放过。谢谢关探长的回答。既然您来了，我也想请您开开眼。即使你没犯罪，我们中央巡捕房也不会放过你。哎，这个没犯罪，为什么要抓人呢？说的太对了，做声说教。这个就是美国最新研制的磁音机，大家可以记录下你们任何想记录的声音。刚才放的话就是这位关探长说的，希望大家给我作证啊！哎呦，关探长干嘛呀？这个很金贵的，我跟你说，这弄坏了。你不能弄完以后再把它给掉下来。小心！你是中央巡捕房的人，关探长。你知不知道英国人最爱来我这个酒楼啊？对呀，要不要我闹到你顶头上司那儿去啊？就是你给我闭嘴！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怎么样？回去再说。好。这个王推销员，他的家人和邻居我已经询问过了，和他说的一样，基本可以排除他的嫌疑。但他扰乱公共秩序，并且污蔑我们巡捕房的人，关他个纪检。好嘞。董师傅那边有消息了吗？之前在太华遇到的那几个黄包车夫跟董师傅都不熟，只是打过几次照面的关系。不过他给了我几个地址，说是董师傅经常待的地方，我打算去打探一下。行，那董师傅这边交给你了。太华酒楼给我们的资料还是太少，我们既不了解他们的排班规律，也不了解他们每天接触的人，还是得再去一趟。等等，散会。想谁呢？想我呢？我问你啊，我们太华酒楼什么人最爱来呀？外国人最爱来，对不对呀？外国人最爱什么呀？最爱干净啊，对不对呀？那你看那灰厚的还不赶紧给我擦去啊？是。茶叶罐也给我擦喽，右边的茶叶罐，是那儿吗？再往边上点儿，你看那灰我都看见了。李老板，关探长，不是我们太华不欢迎你，只是该查的你也查了，该闹的你也闹了，不能因为死的人在我这儿工作，我这生意就不做了吧？李老板，我们查案是为了让你这能更好做生意。案子一天不查清楚，这太华酒楼就笼罩在谋杀案的阴影下，生意更不好做吧？可是调查是你的职责呀，你说我们能干什么呀？总不能歇业让你调查吧？我们太华酒楼可坚持不到你逮捕凶手的那一天呀。李老板，我呢，只是想让你提供一下有用的信息。案子查出来了，咱们皆大欢喜；这查不出来，咱们都不好过。老板，把你们的值班表拿出来吧。
你觉得我的胳膊够长吗？那还不赶紧给我递过来呀！都在这儿。有了。就是这一天。关队长，这个您可以拿回到中央巡捕房，慢慢的看，细细的看。是。多谢李老板。您客气。小姐，坐车。先不跟你打听点事儿啊。你认识董师傅吗？哦，老董啊，有几日没见过了。哎，小姐找他有事儿？我是中央巡捕房的，想找他了解点事情。他办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寻常调查而已。如果你有他的消息，也可以来巡捕房来报告。哎，好，多谢你啊。哎，不客气。老董被盯上了。拿了文件，不签字就这样走，不要把你们老闸巡捕房的恶习带到我们中央巡捕房来。签字。行。你看行吗？那我先走。交代一下内部的身份，省得大家互相猜测，乱了人心。没有查到具体警员的名字，啊，只是知道稿件是《民报》的一个名字叫吴潇潇的记者写的。吴潇潇，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小陆，这个吴潇潇是不是你的同学？小陆啊，好像前几天你们一起吃过饭是吧？我们是一起吃饭了，但我绝对没有透露任何信息。他和你吃过饭就写出了文章，你说这是巧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是我是内鬼？
我怎么可能透露？不要激动啊！如果不是你做的，我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但是如果上面来调查的话，如果上面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我们中央巡捕房的人有问题，我都会按规矩办事。如果没有，照常工作。毕竟在中央巡捕房里还是要按照我的规矩来办事吧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中央巡捕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哎呀，朱探长，我这儿有一个上好的茶叶，去试试。可是我说，来，跟我走。干嘛去？老查巡捕房。老查巡捕房。走了，走了，走。这2天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必须给我克服。是。关探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想请朱探长澄清一下对陆玉珍的污蔑。关探长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案件泄密与我们中央巡捕房毫无关系。哪个老杂的巡捕污蔑了我的巡捕，最好自己站出来道歉。不过与朱探长无关，还请朱探长以后以身作则。关子，你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是吗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我只想讨个公道。公道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他陆以真干的？就大摇大摆跑到我这来讨公道？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说，我已经知道泄密的人是谁了。我送你们。刚开始我还只是怀疑，只是意识到吴潇潇在巡捕房里肯定不只认识陆以真一人，他一定还有眼线。但是当时我并未怀疑钟国峰，因为当时的钟国峰并未参与案件调查，他应该还不知道案件细节，直到这找你帮这个忙。要我帮你？店里的事儿找你准没错。既然你这么感兴趣，还不如自己过来看。去哪里看？过2天我同事过生日，邀请我一起吃饭，你也一起过来。可以，但你们法医研究所的聚会，我去会不会不合适？不会，凭我们2个兄弟关系，谁又敢说什么？除了我们巡捕的人，能这么清楚案件细节的只有法医研究所。于是我请丁法医帮忙去见了他们的人，亲自取证。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帮你破案的功臣，你可想好了怎么感谢大家啊？刘二爷，你们法医研究所的聚会，钟国峰来干嘛？他呀，他跟阿华打小就是兄弟，他怎么能缺席呢？今天是我兄弟的生日，大家共同举杯，祝他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，大家不醉不归。好，我跟丁法医确定过，
有证据吗？执迷不悟。探长，我是为了你才这样做的。胡说八道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一直看中央巡捕房不爽，我就想帮你灭灭他们的威风。胡说八道！你自己做那点破事儿，自己心没数吗？好了，我会联系丁法医，跟他一起上报此事。董文峰，停职查办。霍处，既然现在已经真相大白，我有3个要求，您听一下是否合理？第一，澄清对陆宇珍的污蔑；第二，公示奸杀案的泄露真相；第三，将奸杀案交回给中央巡捕房。我朱某也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。今天，我代表整个老闸巡捕房向你们道歉。等一下，陆宇珍，对不起。但是，现在这个案子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。霍处，现在移交并不合适。现在时间紧迫，案件移交费时费力。既然大家都是想尽快破案，那么这个案件由你们合办，朱探长主导，关探长辅助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多谢朱探长，期待合作。行了，就散了吧。霍处慢走。那个经常出入2家泰华酒楼的黄包车夫，自从命案发生以来，就不见了踪迹。他是此案的重大嫌疑人，我已经派线人找到了他的踪迹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其实之前黄包车夫也在我们调查范围内，主要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，而且就酒店那份值班表来看，内部人更容易知道2位死者的行动踪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兵分2路去进行调查。关探长，我刚刚说的话，还需要再重复一遍吗？哦，我们会以朱探长为主，为了结案为主。好，大家都做好准备，一旦有了线索，马上出发。小姐，您不记得我了？上次，你还问我董师傅。上次您不是问我董师傅的事情吗？正巧我刚才还和董师傅在一起聊天呢。走，我带你去找他。但不远，就在这边。走，就在这边，就在前面，快到了。就在前面。哪儿啊？就在前面。到底在哪？到了。上次你来询问我董师傅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，没想到你走之后，报纸就出了诋毁我们的文章。这案件信息，除了你们，谁会知道？我希望你能冷静一下，案件我们还在调查，会给你们一个答复的。还在调查？你们害得我们没有生意不说，还到处招人辱骂，这件事该怎么解决？今天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上！别动！
刚从日本回来就在上海跟我闹事儿啊！董师傅，你是泰华酒楼的董师傅？是。你知不知道自己涉及一起连环杀人案？这几天你都去哪儿了？杀人？这几天我一直在海上，没有杀人啊。本月的3号、5号，你在哪儿？跟谁做了些什么？3号、5号，哎，我想不起来了呀。恐怕他们不是你要找的人，我们情报处一直盯着他们的，他们要犯了什么别的事情，我们也会知道的。陆玉珍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来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你们来晚了，他们已经被我们制服了。那个是董师傅。董师傅？不过杜林峰说，这个是他们情报处的案件，走私案。这帮人利用黄包车伪装，帮日本浪人走私银元，我们情报处犯了什么别的事情，我们也会知道。怎么回事？陆探长，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归你们情报处了？陆探长，这一直是我们情报处的案子。他不是说了吗？这他们走私案。他要说是就是，有证据吗？物证都在这儿了，人证有现场这么多兄弟呢。陆探长，您要还是需要什么的话，我们情报处随时奉陪。感谢朱探长关心我们情报处的案子，替我们扫清了障碍。朱探长，埋伏在周边的兄弟们都可以撤了啊！走，走。你不能进。中央巡捕房的，来问你事情。对不起，关探长，老板交代酒楼不接待巡捕房的人，别为难我们底下的人。他们巡捕房的人不让进，我们来吃饭也不让进啊？怎么了？泰华酒楼现在普通人的生意都不做。你们，林峰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等你好久。赶紧坐。请你出去。谢谢。什么态度？利用我，你还不对我态度？吃什么？我请你。我是来查案的，不是来吃饭。这话怎么听着这么熟悉？王健，
你不能进。这个酒啊，特好。你们尝一下。不是阿梅，这有客人呢，你吵什么呀？不是夫人，这位先生非要进来找您。中央巡捕房探长关岑。阿梅，去给客人上菜。好。关探长，来我这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个月的3。干什么你啊？现在不是包庇他的时候。如果他真的是杀人凶手，那你现在的处境也很危险。关探长啊，你看我这这么多客人，你也有那么多案子要忙，你先忙去吧，好吧？如果你真的知道些什么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不然太华会再出命案的。哦，赶着去哪儿啊？这2天。你不是去西太华了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出去！哎，回来！坐下。是。坐。哎。昨晚去哪儿了？我能去哪儿啊？我就一直在这待着呢。在撒谎？撒谎？我撒什么谎啊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个月初那几天你都没在家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还能去哪儿啊？那2个人是不是你杀的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才疯了呢！我要不是为了这个酒楼，我会管你的死活啊！你要是没我，你早就被抓了。哎，你别生气。老娘是怕我家族的产业毁在你的手里。你别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我叫你一天天喝小酒。你别生气，我的车。我叫你一天叫。哎呀，啊！长就说让咱们跟着他，没说别的。没说，就说不让他离开我们的视线。葫芦里卖什么药啊？搞得神神秘秘。是啊，你说探长每天脑子里都想些什么啊？好奇怪呀！哎，跟你说话呢。啊？我说探长脑子想些什么？不是。你看见他了吗？人呢？哎，刚才不是在这儿吗？怎么没了？我先去，你回去报告。那你慢点啊。你们干什么的？你们是哪儿的呀？啊，老子就是和女服务员睡个觉，至于那炮轰吗？啊！姓关的、姓朱的，老子认识你们，故意交代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老子上头有人，到时候老子弄死你们！
公，又跪下了，我错了。龚团长，这就是你说的线索。朱团长，我说了，这是没有证实的线索。错了，啊，家里没有吗？这烂摊子，家里不够用吗？自己收拾吧。够用，那你去他家够用啊！老板娘，是老板，我在这儿工作。算了吧你，每次都说人家勾引你，你就是侮辱我智商啊！我要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可能，哎呀，丢死人了啊！行了行了，去告。他在酒楼工作，哪里有钱买成色这么好的玉镯？我们来看这儿，又是玉手镯。你知道我多爱我太太吗？啊，她得了怪病，30岁的人已经是80岁的模样了，头发都掉光了。她以前最喜欢自己的头发了，我只是想让她重新有一头长发，这样她就不会伤心了。你以为你是真爱你太太吗？你要是真爱她，就不会这样。你不过是嫉妒那些老板可以用钱去买女人吧。凭什么他想得到谁就得到谁？凭什么我就只能得到一个有病的女人？他就喜欢这乌黑的丈夫。站住！快点！不行！大走！走。你在这坐一会儿。探长，赶紧把人送去医院。是。你是怎么知道下一个可能会是他的？其实我也只是赌一把。家人不能进，你不能尝进。尝我们这个酒啊，特好。所以我就想，他应该是把玉手镯送了出去。朱大长，
是我让巡捕通知他们来的。周探长，犯人已经抓捕了，你们可以将人带回去给后处交代了。别以为你抓到凶手有功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打伤旁人是怎么回事？我来的时候，情况太过紧急，迫不得已才开的枪。那看来关探长是要承担这个责任了。那这件事，我来的时候，我叫你都不应我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我被打了迷药，然后我就倒在地上。我看着刘太傅行凶的背影，我就突然想起，想到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想起来。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怎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？疼不疼？没事儿，小伤。陆玉珍，以后不管什么事情，有问题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